房貸一族拼買房，為什麼越晚買房風險越大？先說結論哦，我還是誠心建議你說越早買越好哦，因為越早買，人生的容錯率會越高。嗨，我是買房阿元，訂閱買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錢。我們上一支影片聊了把房子增貸去買股票到底行不行，可以看一下哈。那今天我來跟你討論幾歲買房最安全哦。這次來聊一個新聞，標題我念一下：30歲急上車，50歲現金緊，專家揭買房地雷排行榜，要活得下去哦。那內容是這樣，就是房地產部落客賣厝阿明認為，他好像也有拍影片吧，我記得印象中我看過。現在的台灣房市在不同年紀買房的時候，其實是不同的遊戲規則。那我先跟你分享他的看法哦。首先是30歲買房容易情緒進場，就是看房價一直漲，會有那個焦慮感啊，覺得再不買就買不到。2024不就是這樣？然後就會先想辦法哦，先上車再說，車漲怎樣都可以，反正眼睛閉起來都一樣，關燈睡覺嘛。那再來是40歲買房，40歲買房的壓力是人生正在多開戰線哦，同時面臨房貸加家庭支出加子女教育，再加這個老人撫養的問題。雖然收入是提高了，但是開銷也是暴增的狀態。最後是50歲買房哦，我跟你說，台北市哦，大概都50歲買房哦，沒辦法，那房價太高了哦，50歲首購這樣。好，那50歲買房的壓力則是在銀行不喜歡你，就算你手上有錢，但銀行看的是未來的還款能力，就是你可以貸款幾年這樣。60歲以上就不用說了哦，銀行是就各種軟釘子，那軟釘子不是一根，然後放在桌上，然後說，你看看這是什麼？這是軟軟的釘子哈，那你知道意思了嗎？不是這樣，它是軟釘子一箱一箱直接往你臉上潑，這樣，就算能貸款給你，條件也不會太好哦，除非你60歲的時候事業有成哦，就很好談這樣。再來，你要知道，困難那麼多，還要買房嗎？你這樣聽完上面的分析，你會不會有個想法是，不管幾歲買，好像都很雷嘛，對不對？你30歲你怕買不到，40歲你怕養不起，50歲你就怕貸不到。那你60歲的時候就等繼承算了哦。那到底幾歲買房最安全哦？我個人認為這其實就是一個，也不是說假議題啦哦，因為人家的觀點哦，他講的都是同一個問題，就是你還款能力夠不夠，對不對？哦，還款能力，你30歲可能遇到的狀況是，你想買房的情緒哦壓過了你還款能力，那你買了一間對你來說很有壓力的房子，那你40歲的問題是各種支出壓縮了你的還款能力。就很怕父母突然跌倒，突然生病，因為那個醫療支出一開下去，我靠，這個後面都有問題。那50歲的問題就是銀行擔心你的還款能力嘛。哦，那只要你的還款能力有跟上，其實都不叫問題。那什麼叫做還款能力有跟上？當然就是以下3點啊。第一點，自備款夠。哦，你不要把頭期款繳完，直接就兩袖清風，之後再想辦法哦。反正還在新青安寬限期，之後就再說哦。如果你是這種銀行也不會放款給你，你知道，因為收支比的問題。第二，月付繳得出來哦，就是每個月的房貸你給他繳完，然後各種開支給他繳完，你還有剩錢哦，你還有剩錢哦。第三，緊急預備金夠，就是你呀你自己生活的話就你自己哦，你跟家人生活的話，你就留2份哦，或3份，就是預留6個月的緊急預備金，這個我都有留哦。你說緊急預備金趴在那邊也沒用到，股票那麼好，為什麼不先去丟在股票裡面？我把緊急預備金放在台積電，好像也沒不好哦之類的。我個人認為那個就不是緊急預備金的用途啊哦，所以就趴在那就趴在那哦，我是覺得還好。那如果你有留好以後，其實你不需要擔心嘛，對不對哦？銀行會審核啊，如果你的條件沒有達到，銀行是根本不會放款給你的啊。那最後你要知道幾歲買房最安穩哦。講到這邊，你可能會想說，那這集就是講爽的，反正幾歲買房都有自己的問題嘛，我早點買房好像也沒有意義哦。那我的看法就跟賣厝阿明的看法不太一樣。我沒有說人家錯人家就是跟你點出說你各個人生時間點你會遇到的狀況跟問題，尤其是那個40歲多開戰線，上有老下有小，正是花錢的年紀。然後你那時候要買房，然後突然又來了一個砍不掉、無法降低的房貸的這個成本，確實是很辛苦的哦。那我的看法我還是建議你越年輕買房越好。為什麼？因為買房這件事情我現在的經驗我現在的判斷其實是年輕人的遊戲，你知道嗎？年輕人的遊戲，
並沒有說什麼老人買房比較有利呢，銀行比較喜歡有錢老人之類的，沒有呢。銀行是比較喜歡年輕人的呢。不要忘了哦，銀行的貸款天條是你的年齡加貸款年限不能超過75，少數放寬到80，像新青安新的版本新青安 2.0 可能放寬到80。那白話文就是你越年輕能借的年限越長，就這樣嘛。例如說30歲的年輕人可以借到40年的房貸。那但50歲的中年人那你借40年房貸裡面90了那銀行大概只給你不會給他30年滿大概就是20、25年啊，不然我有聽過，因为有觀眾回來講他50幾，然後銀行給他的是28年，很奇怪，房貸不是20、30，然後就那種零零碎碎的數字，反正就是不能摸到30啦，摸到30的話又有問題或是怎樣。所以同樣借1000萬，40年攤下來跟20年攤下來你每個月的月繳會差到幾萬塊就差很多。那越繳越輕鬆，還款能力就 OK 啦，對不對？再來是年輕，代表你的容錯空間很大。什麼叫容錯空間？就你買錯還有時間補救。你30歲買房，就算買到地雷買到漲不動的區段，或者買到一個惡鄰居，那你還有時間慢慢等等一等，然後小換大舊換新之類的。例如說我要拿這個案例出來講淡江大橋通車，那講10幾年快20年那你買預售在那邊等到都變中古屋了，對不对？還在等。那假設是50歲買預售，然後就在等讀淡江大橋，然後算一算到現在70歲終於通車了。好，那你說20年前我的計劃就是淡江大橋上漲以後，它通了上漲以後一波我就要把它賣掉那要去買其他地方，就來個小換大舊換新。你現在70了，你是要換到哪裡？你小換大舊換新養老院是不是啊？但我講這個例子比較極端我要表達的是，你就算年輕的時候買錯也可以深深用耗的把價差給它耗出來。我們爸媽那一輩子不就是這樣，就是買一間自住，然後20年過去，然後才發現說靠腰，當初買一間500萬的房子，怎麼現在一間可以賣2000？我怎麼賺錢了？奇怪我怎麼英明神武安諾多安諾？所以還是回到一開始那個問題，到底幾歲買房最安全台灣現在銀行上就是告訴你說越早越好。我們現在講的是買房最安全，不是說買多少錢總價收入那些幾歲買房銀行就是希望你，他就是想要年輕的客戶，你越早買容錯的空間就越大，就這樣講完了。我們整理一下今天我講的幾歲買房最安全這個問題。我先分析了30歲、40歲、50歲買房那個賣厝阿明的看法，他就是主要點出說你各個階段你會遇到的壓力，反正就是各個世代都有他自己的難關就對了。但也不是說你幾歲買房都沒差買房這件事情就是越年輕買房越加有利，因為時間站在你這邊。那買錯也還有時間用人生去修正，所以幾歲買房最安全那我的答案就是越早越好你不要找到那什麼3歲自耕農這種，然後爸媽都直接塞房在你身上，那就是金湯匙嘛。那個命裡有就有出生有就有最後我想問你，如果要給晚輩建議，你會建議他幾歲買房？A. 越年輕越好，時間就是最大的優勢。B. 等40歲收入穩定一點再來買會比較安全。C. 不買都沒有事。在講八卦之前來點乾貨，很多朋友會問我說，阿元你房地產做這麼久有沒有口袋名單這不就來了嗎？掃一下這個 QR code， 我有的牌都在這裡了。進去先點影片看我介紹，讓你心裡有個底然後就可以直接加他們的 LINE 了。買賣房子，台北找銷店，高雄找林店，美術之星，這2位都是我的大前輩，我有問題也是直接問他們，你就直接敲就对了。如果你雙北要裝潢漢一室內裝修嘛，很多觀眾朋友合作以後都覺得很滿意。那如果遇到了法律上的問題，有頂尖律師可以幫助你。好啦，我有的資源都給你了，你有需要你就大方用，不用客氣。最後我要請你支持我，加入我的頻道會員，每個月250塊錢，直接抄我做好的重大建設功課。高雄自產老會員都跟超過1年了，沒料的話大家早就跑了。最後也不要忘了幫我按下訂閱按鈕。YouTube 的後台跟我說有 74% 的觀眾還沒訂閱，這樣都能超過5萬人支持。如果你還沒訂閱，麻煩先按一下買房阿元 logo 旁邊那個可愛的按鈕，對，點下去就對了。這樣我離10萬訂閱又更近一點，拍片的動力也會暴增。按好了嗎？感謝你這麼挺我，祝你老了有房又有錢。講故事講故事，如有雷同那就雷同。這次我們要講的是阿喜的故事阿喜快30歲，
哦，他就是一個普通上班族，那他平時沒事的話就玩玩股、跳跳舞這樣。那這幾年美股一直往上衝，他也有賺到錢哦，是沒有到很多，但是至少在高雄哦，能夠付掉一間電梯2房的頭期款沒有什麼問題，所以他也在想說是不是要出場，然後把股票拿去換房子，他就很猶豫哦，猶豫說就 AI 才剛開始而已哦，現在只是剛開始啊，你現在要賣掉房子哦，這麼早就出場會被笑盤子這樣，然後他自己也還很年輕啊，想說租房子就好，不爽就搬哦，房東也還算好商量啊，因為市場上二房東沒有那麼多，你知道哦，那現在這一個房東哦，跟他講話也蠻客氣的哦，然後沒事也不會去打擾他這樣，所以他也覺得很 OK 啊，他也感覺自己在住在這邊啊，再住個5年，住到35歲不是什麼問題，那我就繼續玩股票就好了哦，等到35歲的時候。這個繼續放哦，長期投資的話，應該到時候都有機會可以現金買掉一間電梯3房，對不對？然後他就敲我，問我這個問題，我怎麼知道？我就沒在做股票的人哦，所以我是這樣跟他說，就如果我是你，我會先把自住的房子搞定再說，還有錢玩股票那就去玩嘛，之後再用閒錢去玩股票嘛。而且房子買了你繳了房貸以後，你再爛，你本金還可以再增貸出來，那你還是有錢可以玩股票的狀態啊。只是我看他那時候的回復有點小不爽，覺得說怎麼這樣斷人財路，你知道？所以他也沒有回我啊，你來敲買房阿元，然後我叫你買股票，這是什麼東西？所以他沒回我。然後有一天看到他密我，我印象很深刻那一天就是美伊戰爭開打打起來了啊，那個時候美股瞬間大崩啊，當然現在又穩回來，然後還創新高反正就是阿喜又來賴我說。我是覺得你說的是對的我差一點要把頭期款輸光光，幸好最後川普有把股票拉回來，然後他就跟我說他真的要把美股清掉然後積極的跟美術之星的林店長，就是你剛剛看到的那個廣告，我在廣告那位林店長約看房子看好幾間了目前還沒看到滿意的。這邊我順便提醒一下我看這幾次林店長 PO 的物件都很厲害啊就是房市變冷才會出現的好東西啊。所以你沒事，你也可以敲林店的助理去看一下物件，然後你直接問他說這個物件香在哪裡好，跑題反正就是阿喜就跟我說他還在看不是沒有看到 Apple 鍵是他還想要挑一下，因為買房這人生重大決定貸款一杯就要30-40年的東西，他想要再多看看，怕說這樣倉促出手，當然也祝福他能夠盡快找到自己喜歡的房子。那我想接下來阿喜的日子就是變成房貸少年團，就這樣。之後怎麼樣？之後就繳啊，然後生活品質會不會降低？當然會降低絕對會降低，因為你要繳房貸啊，你那個錢以前是隨意支配那你現在要繳房貸，好，那你繳房貸以後你就把它當做硬性儲蓄嘛。像我說的，你看阿喜就是很像我之前提到的情況，就是做股票的人跟做房地產的人在思想跟觀念上的差異是巨大的。做股票的人往往就會認為說，阿喜我現在不是在酸你或者怎麼樣而是就分析給你聽，就是說。那個做股票的人往往都認為說我的這一筆股票的錢只要賣掉拿去買房子，我就不能買股票了其實不是這樣，你自己去問那個做房地產持有很多間房子，哪一個不是股房雙刀流？他們講法叫股房雙棲啦，兩棲類動物股房雙刀流都有啊。房子為什麼房子就可以增貸你過3年過5年你就去增貸增貸很少你也可以去增什麼增貸評估完還有60萬，那你就拿出來嘛那60萬的話就看你要放哪邊，因為房地產房貸的錢是最便宜的錢，你知道？我知道這樣講很奇怪，錢還有貴跟便宜有啊，利息啊。那你就拿着這個便宜的錢你去放到做美股不是很厲害然後繼續做就長期放生了，那也沒問題的。所以如果做股票就不會有房子，因為那個錢都要在股票裡面滾。但是如果做房子的話，會有房有股票，股房雙刀流股房雙棲都是這樣子來的。像這一波的最大贏家就是股房雙棲的人，他們怎麼樣？他們房子一堆嘛，然後看股票，然後就下了嘛然後就去增貸就去幹嘛？那個房地產常年貸款都快繳清了，增貸一拉都是7位數，台北市的話說不定一拉都是8位數，你自己數一下。然後就去跟台積電輸贏目前為止看起來是笑呵呵為什麼？那個一膨脹下去直接過億耶，對啊所以又有房子，房子不用賣，你知道，不是說房子一定要賣掉才有錢房子不用賣，然後手上又有大部位的股票非常之舒爽那個人生財富的高度突然就莫名其妙就站上去了。還是那句話，是其他觀眾朋友跟我講，我覺得好有道理。他說什麼？
還押韻什麼相信魏哲家，明年搬新家。希望大家都賺錢啊，整個社會都在賺錢的社會氛圍，總是比整個社會都在賠錢的還要安全很多。